太神了！比特币一路从5万美元的低点一路攻破10万美元，这是否代表币圈狂牛已经来了？20万美元近在眼前呢？还是接下来又会陷入盘整，甚至修正？对于币圈比较不熟的粉丝，我先让你们有个概念，比特币10万美元代表什么含义呢？2010年5月，比特币早期爱好者韩耶兹花了1万枚比特币，在棒约和 Papa John's 买了2个披萨，当时这1万枚比特币价值约40美元。14年后的今天，那2份披萨的总价值来到10亿美元，也就是说，这顿饭成了历史上最贵的一餐。说到这里，有很多人会把焦点放在吃饭钱，但是身为一个专业投资人，首先你要想的是，为什么一个投资商品可以用14年时间从40美元涨到10亿美元？你知道是当时的几倍吗？3、2、1，时间到，答案是2500万倍。你看，光是算倍数都要花我们一点时间，而这就是投资的魅力所在。即便当时你只有40美元，你也有机会翻身致富，成为富一代。但对于99.9%的投资人来说，最大的问题通常不是错过了这个机会，错过那个机会，而是就算你当初40美元的时候有买比特币，你抱得住14年这么久吗？你真的有办法赚个1000倍获利才走吗？要确哦。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从日线格局来看，比特币在疯涨时几乎是不休息的。我们在开场途车至少还要停个休息站耶。但就当你认为冲破10万就会迎来光明时，它就偏偏给你点到9万美元。当你认为再次回到10万代表稳了的时候，它又偏偏闪崩到9万4千，简直比 MC 来了的前女友还难搞。如果你想在情场上无往不利，你就必须了解女人在想什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在币圈上赚大钱，你就必须了解比特币在涨什么，为什么会闪崩。本集影片将不藏私地告诉你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我们先回顾一下近几年联准会的利率政策。联准会在2020年初疫情爆发之后，很快就采取了降息的措施，以刺激经济和金融市场。但随着后来疫情的发展和经济复苏，在2022年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不断升温，联准会开始提升美国市场的利率，以确保通胀和就业的稳定。直到2024年初才又开始新一轮的降息周期。为什么要先探讨市场利率呢？因为市场利率和比特币的价格有密切的关系。当市场利率下跌的时候，传统资产收益率降低，市场投资者更倾向于寻找高风险、高报酬的资产，使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成为更有吸引力的选择。相反的，当市场利率上升，传统资产收益更稳定，则市场对于比特币的需求可能会降低，比特币的价格也因此下跌。所以说，2024年比特币大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市场普遍认为联准会已完成这一轮的加息。其实随着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其他一些风险较高的资产，或是对利率较敏感的资产，例如黄金、白银等，也在这段时间价格大涨。关于白银，我们曾经出一支影片探讨投资白银的底层逻辑，以及影响白银涨跌的因素。如果对于白银的主题有兴趣，欢迎点选资讯栏观看这支影片哦。除了降息周期的启动外，比特币 ETF 的通过也是关键因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1月10日通过了首个追踪比特币交易所的 ETF。这个 ETF 是由 BlackRock、Fidelity 等基金公司发行。要知道，比特币从问世以来，投资人就一直争取发行和上市比特币 ETF， 而且中间不曾中断，但也从来没有成功过。所以这次通过，对比特币的未来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可能有些人对于比特币 ETF 没有太多概念，这边稍微说明一下，比起直接投资比特币，如果你透过购买 ETF 的方式，你可以把比特币和其他资产放在同一个账户中共同管理，不用担心加密货币交易所账户或钱包密码忘记、被盗或是遗失，大大减少了潜在风险。毕竟，当年 FTX 交易所倒闭的事件，可是很多币圈人的噩梦啊，有些人恐怕都得了 PTSD 了。另外，对于有些心脏比较大的币圈人来说，加密货币平台提供的杠杆有限，资金量不大的币圈人则可以投资比特币 ETF， 让杠杆更大。但我们还是要在这里呼吁，你各位要量力而为啊！没有什么事比活在市场上更重要了。话说回来，
比特币 ETF 的推出可能会带来至少数十亿美元规模的新资金入场，大幅推动比特币的买方市场，所以为比特币的后续价格走势带来强而有力的支撑。除了上述2个原因外，还有人提到另一个原因，也是币圈人都会密切关注的大事件——比特币减半。比特币减半是大概每4年都会发生的事件，意思是比特币会将每个区块的挖矿奖励减半。因为比特币的总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当时会设计减半机制，是要控制比特币的供应量，让新比特币的发行速度减慢。因为新发行的比特币数量减少，导致比特币的稀缺性和价值都会相对提升，所以往往减半过后也会迎来一波暴涨。不过我们有一说一，以减半后144天左右的价格与减半当天相比，第一次减半上涨了895%，第二次减半上涨了15%，第三次减半上涨了37%，第四次，也就是这次减半反倒下跌了11%。所以，如果把这次减半视为本次暴涨的因素之一，实在太牵强了。不要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最后一个暴涨原因就必须提到川普啦。川普计划放宽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所以川普当选后，比特币就从69380.73美元涨至97445美元，狗狗币更是飙涨120%。川普绝对是造成币圈暴涨的重要因素，没有之一。今天的影片提到的术语比较多，如果看一次不能完全理解的粉丝，可以重复回播多看几次。毕竟虚拟货币是未来数十年的趋势，币圈之所以会被称为圈，例如娱乐圈啦、币圈啦，就是因为它像是一个独立小圈子，对其他不同的圈子、其他产业的影响不大，所以被这样称呼着。但我可以直接断定的告诉你，币圈这个词在不久的未来将不再适用。虚拟货币的影响不再只是币圈里不同币别的互相影响了，而是会连国家经济都被牵动。没想到比特币可以这么厉害吧？投资商品只会不断推陈出新，而且同一个商品在不同的年代会有不同的历史定位跟重要性。就像黄金现在的天价，你可能从来也没想过黄金会变成国际间争斗的工具之一，对吧？我们总不能出一个新产品去学一套新的交易逻辑吧？所以我已经把波段操作的逻辑心法化繁为简，先从核心观念去理解，再延伸出去各种商品，创造出所有交易商品都通用的操作 SOP。我平时会在文章教你如何照计划行动，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商品跟重要关卡，并透过每周线上教学手把手带着你看盘，深入浅出地剖析大盘的波段逻辑。只要你是我的粉丝，稍后可以在这部片描述里的第一个连结报名12月25日前的 Double Play 年终双杀活动，享有文章和线上教学首月立即回馈12%。既然虚拟币的重要性持续上升，你也是必须要试着去理解虚拟币，跟上这个时代。下面我来告诉你比特币近期将会怎样的影响经济。俗话说得好，币圈一天，人间10年。人间的酸甜苦辣，你可能要花上10年才能浅尝1、2。但是加密货币市场可以一夕让你致富，也可以马上让你欲哭无泪。比特币12月10日从10万直接插真94150美元，一日跌幅6%，创下3年来最大爆仓。以太坊也从4000美元下跌到3500美元，这次爆仓人数甚至超过312暴跌的10万人，简直是币圈1210灾难日。那到底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样的闪崩呢？首先是市场很多投资人的杠杆拉好拉满。早在12月6日 ，Galaxy Digital 执行长 Mike Novogratz 接受 CNBC 采访时就警告了，这些杠杆最后会被清掉，因为比特币这次飙升是由杠杆驱动的。未平仓合约在闪崩前成长了超过15%。Crypto 分析师 Martin 表示，市场情绪已经是极度贪婪，造成的结果就是1.5年来最大规模的多头清算。价值超过1.5亿美元的多头部位爆仓，比特币闪崩。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预计，联准会会在12月和明年1月分别降息25个基点，也只有预测2次而已。所以市场能提供的流动性资金越来越少，价格上涨就会越来越乏力。想当然尔，市场真的要崩的时候，也没什么支撑力道。而且你要注意，我们这篇文章已经有教你计算比特币的首波行情的满足点。波段操作的核心观念就是在关键价位进场，一路报到满足点，不短进短出，不中途早泄。然而，既然你已经知道目标满足的价位，到达目标后就不能没有后续的应对策略。虽然比特币长期的趋势不会只喷一波，但是很多投资人是有加杠杆在玩比特币的，如果不控制风险，很容易获利大幅回吐，甚至赔钱。
你之所以常听到周遭很多人玩虚拟货币，结果血本无归，往往是因为投资人喜欢开杠杆。而我们经常强调一个重要的投资观念：投资这条路最好是细水长流，稳稳赚，持续赚，不停地赚。如果杠杆让你短时间暴富，自然也会让你短时间一贫如洗。能够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的赢了。所以在我们的投资教学中，常常提到，你的人生不应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担心资产爆仓。有杠杆的商品跟没有杠杆的商品，要用不同的逻辑去交易，让高风险的商品降低比例，稳定的商品提高持仓比例，长期稳定的获利，你才能拥有放松的心情环游世界，专注的做你想做的事，充分体验这短暂的人生。Caprico 分析师表示，如果历史走势有参考价值，比特币牛市可能会在明年5月到顶点。研究团队深入分析了比特币在过去牛熊周期的轨迹，发现比特币的市场周期平均持续756天左右，以市值成长转正为起点，价格触顶为终点。Caprico 研究主管法里尔布福尔表示，比特币这轮周期从2023年中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年半左右。如果这样推算的话，比特币的巅峰时刻就大概会落在5个月后，也就是2025年5月左右。Caprico 的报告还提到，比特币触顶和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同时发生，因为摩根大通的报告提到，美国在2025年下半年步入经济衰退的几率高达45%，也就是说，这刚好和加密货币分析师预期比特币价格将达到高峰的时间点差不多。Bitwise 投资长 Matt Hogan 也在4月的每周备忘录中写下他对下一次比特币减半前的5大预测。下一次减半预计会在2028年。下次减半时，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进场以及比特币线或 ETF 的影响下，比特币的波动性预计会下降50%。波动性下降后，投资人把比特币纳入资产配置5%以上，会成为新常态。所以说，比特币线或 ETF 的资金流入预计超过2000亿美元。中央银行也会开始把比特币纳入他们的储备资产。2028年比特币价格也预计因此超过13.3万美元。加密资产管理公司 Coinstar 是基于比特币的核心投资逻辑和储蓄为资金流入的主要推动力这2个要素，设计了一套估值模型。Coinstar 预测到2028年，持有比特币的人数将超过6.69亿。假设美元将1%的国民总收入配置于比特币，这将使比特币的市值增加10倍。也是根据这个模型推估出比特币价格在2028年预计达到13.3万美元，而且这还只是 Coinstar 的保守估计而已。这些专家对币圈市场的预测内容，你们若有认同或不认同的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哦。市场都是会不断改变的，当开始越来越多人知道某个招数、某个事件或某个策略后，这个必然就会变成随机了。所以你应该把投资底层逻辑学扎实后，随机应变。在12月25日前都可以报名我到 Play 年终回馈活动，享有文章和线上交手月立即回馈12%，详情可以点选资讯栏的第一个连结。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某个投资商品或是某家产业有兴趣，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连带融入基本面、筹码面跟技术分析，一起来挖掘具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哦。当你希望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